哇，还是热的。好了，我手上的就是今天的首发 iPhone 15 Pro 256GB 钛金属原色零售机。这是听说有3个那边产的 iPhone 机型啊。好了，我们来看看它是哪里的。上面这个地方，对，就这里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好，这个是设计。我们再来看看下面，就是这里 ，Assemble in China。OK。这下可以放心了，网上都这样说，15基础款会给3个他们做，但我手上的 Pro 机型还是会 China 国内组装，看来确实是这样。好的，我们一起来开个箱。好的，我们开箱，里面除了 iPhone 以外呢，就是一根 C2C 的充电线。如果拿远看，其实看不太出来 iPhone 15 Pro 和 iPhone 14 Pro 有什么差别。钛金属特有的加工纹理和质感，你只有亲自上手之后才能体会到。钛金原色确实有高级感，从我现在的感受来看呢，边框握起来相比之前的手机不锈钢边框稍微顺滑一些，但依然比较容易沾染指纹等类似的痕迹。而背面感觉有点淡淡的灰色，由于采用了钛金属材质边框，使得整体的重量是有所减少的。好，我们来实际的测量一下 iPhone 14 Pro 217.8克， iPhone 15 Pro 188.5克，足足轻了接近30克左右。而拿在手里也可以非常清楚地感受到重量的减轻，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啊。至少我个人是很看重这一点的，毕竟每天手里拿着这个东西，轻是第一体验感。再来看看附送了这根 C2C 接口的编织线，很软，手感也非常的好。从 iPhone 15开始 ，Lightning 接口已成为了过去。这根 USB-C 不光可以给 iPhone 自己充电， iPhone 15也可以给其他设备供电，最高支持 4.5 瓦的输出。比如我给我的 AirPods Pro 2充电，我的 AirPods Pro 还是 Lightning 接口，只要另一头是 USB-C 接到 iPhone 15 Pro 上，一样可以反向供电。你要想用 MagSafe 来个自循环，这个是不可能的。考虑到 iPhone 最高充电电流只有 2.4 安，对线材要求不高，所以这根线可以做得很软很细。iPhone 这次并没有对接口做限制，如果需要高速传数据，买正规品牌经过认证的线材就好。现在只需要几十块钱就能买到，更快的也行，但是越快的越粗，很影响携带和弯折。比如我这个30块的 USB-4 最高也支持 40GB， 就很粗了。OK， 就在我们说话的这段时间呢，我已经提前备份好了 iPhone 14 Pro 的数据到了我的 Mac 中，大小为90多个 GB。现在开始激活 iPhone 15 Pro， 并通过这根 C2C 的 USB-4 的连接线把数据传输到我的 iPhone 15 Pro 中。我们一会见，我们看看到底需要多长时间。OK， 既然说到速度，再来试试和14 Pro 比较一下。我这里有一段视频，大小是1点多个 GB， 连上我的 Mac Mini M2 Pro 的雷电4接口，看看 iPhone 14 Pro 和15 Pro 各自的速度怎么样。由于14 Pro 还是 USB 2.0 每秒480兆的速度，实在是跑不过15 Pro。现在 USB 3.0 每秒10GB 的速度，可以看到 iPhone 15 Pro 的速度相比14 Pro 是遥遥领先。我还是先给到了 iPhone 14 Pro， 让它先跑了大概1秒钟。我现在已经在试想明年的16 Pro 是否会来到雷电4的 40GB 极速呢？另外 USB-C 口除了可以供电和传输数据以外呢，还包括直接输出到显示器或者是电视机。这样显示器上就有画面了。我们来体验一下游戏怎么样？比如来一个开车 Real Racing 3，
画质来说是 OK 的，或者用来播放视频，这样 Apple TV 有的你也有了，它没有的你也有了。OK， 再来看看这次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就是侧边的静音开关。现在它可以让我们自定义操作，你可以快速启动相机或者录音机。我觉得这个录音机快速启动还是很不错的。想想一些特殊情况下，你需要很隐蔽又快速启动它是有多么的重要。当然还可以启动快捷指令，比如我做了一个一键启动微信、支付宝的收款码，方便你出门收款，你再也不会落后其他人，永远是第一个收到钱的。当然其他各种玩法大家可以自行发掘。最后就是4800万的镜头了，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个部分只能先简单上手体验一下，我随意拍了几张，大家感受一下。具体参数大家应该都看了无数次了，抛开那些冰冷的数据，作为一个手机小白，一个普通用户拿起来就拍，我想才是生活中的日常。具体怎么样，大家心里各有各的标准，我就不多说了。另外要提一点的就是呢 ，iOS 17在拍摄格式中目前提供了3种格式的选择，即使高到4800万像素，也可以只有5兆大小。当然还有1200万像素的 ProRAW 和更高规的 ProRAW Max 给大家使用，而这个在 iPhone 14 Pro 和15 Pro 机型上是都可以支持的。最后的最后，来简单跑个分，和它的前辈 iPhone 14 Pro 来看看差距到底有多少。另外这里也能看到15 Pro 的内存确实已从前代的6GB 升级到了现在的8GB 了。好，今天初步上手的感觉，我个人建议，如果你不是年年换新的主，手里又是14 Pro 机型的话呢，完全没必要今年换代。15系列并没有带给我们眼前一亮的革新，没有进步的动力是 Apple 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了。这样挤牙膏式的更新升级，并不是大众喜欢看到的。也许哪一天有哪款手机可以真正干掉 iPhone， 销量超过它的时候，才会迎来下一次的 iPhone 革命。我是小鹏，我们下次再见，拜拜。